景策越听心里越烦，他没想到叶双溪在这仅仅1年的时间内遭遇的事情比景策20多年的这么多。景策又想到之前在队内叶双溪特别照顾他，义愤填膺，叶哥，这一次换我保护你。原来这厮真的一点都没听进去。两人简单聊上几句就被工作人员拉去试衣间换衣服。叶双溪换好出来就看见景策乖乖坐在沙发那儿等他，景策身上也是红色的马甲，在景策攻气十足的五官下，行为都带有几分反差感。叶哥，我们是一组的。叶双溪点头，也笑着玩笑一句，幸好是一组，不然就是仇敌了。按理来说，运动型综艺组队一般都会告知分组，可这一次说什么脚本有问题，到现在才分好，而且还说一切都没变，可以适当脱离剧本，这样才有真实性。他们来到之前就说好的广场中心，偌大的广场被剧组清了场，这才陆陆续续有人到达，认识的不认识的都对来者带笑点头。谁知道会不会这时候摄像机就开启了，怕的可是剧组的恶意剪辑。等成员全部到达，导演才开口，你们身上的马甲同色就是同一队的。大家看着身上的马甲，也瞅着其他人的，脸上全是浮夸至极的表情。等大家站好队，导演才缓缓开口，这次是5v5攻水晶游戏，在每一处都会掉落线索，任何内容都有，并且每一队都有地方的内鬼，内鬼的任务是隐藏敌方信息并暴露我方信息，最先攻水晶的一队获胜。叶双溪了然，他瞅了眼蓝方人员，好巧不巧，唐元两人正好也在蓝方，他和唐元对上眼，后者礼貌一笑，可眼里全是弩张剑拔。和叶双溪同队友的除了景策，便是几个常驻嘉宾。常驻嘉宾对叶双溪态度不冷不热，对上叶双溪的眼也会点头招呼。毫不疑问，小队队长由常驻嘉宾里知名度最高的担任。小队长叫孔元明，他面上带着笑，像是好相处的模样。他考虑到队伍内还有2个飞行嘉宾，便说了一句，我们先去其他地方看看，如果有其他意外就跟进过来集合，现在大家先去找找线索。他说完还特意问了问两人的意见，你们觉得怎么样？叶双溪没有疑问，答应了。景策一直都是随叶双溪，见叶双溪没有疑问，他自然没有什么好说的，大家就这么决定了。叶双溪和景策组队，先去居民区看一看。广场离居民区很近，只隔一条小巷，他们头一次来，之前也只是匆匆忙忙2倍速恶补了之前的综艺，对于线索出现还是没有这些老玩家要清楚。两人漫无目的的走在路上，身后跟着一个摄影机。叶双溪突然听到有人说一句，你们是随行者吗？随行者是他们这统一的代号。叶双溪回头看着那人，那个人应该是住在这儿的小女孩，8、9岁，怯生生的。叶双溪点头，他知道线索就在这个小女孩口中。为了尽快拿到线索，叶双溪扬起笑，一副温柔的邻家大哥一般。小妹妹，你怎么知道我们的？叶双溪走台本剧情，小女生立刻说，我在神婆那儿听到说今天要接待客人，说什么客人就是随行者，我看到你们很面生，便过来问问。叶双溪明白了，那个神婆就是拿着线索的 NPC。他点头，摸着小女孩的头，那你能带我们去那个神婆那儿吗？说完从口袋里拿出一颗糖出来。景策惊诧的看着叶双溪，像是变戏法的拿出来，他不解怎么叶双溪还藏有东西，明明录制之前让工作人员搜了身的。小女孩还是在爱吃糖的年纪，见是彩虹棒棒糖，眼睛都移不开了，立即应下，好，我带你们去。叶双溪笑眯眯的跟着小女生，他看到了景策那双好奇的眼神，便偷摸向他展示袖口。这一看，景策更惊讶了，那袖子里全是各式各样的糖，可这只袖子怎么看不出来？这不科学。叶双溪悄声解释，我看过前面几期，基本上都有小孩子，而且大多数都需要给他们报仇才能走剧情，我觉得这一期也会有。防患于未然，趁着搜身的阶段放身上了。说完突然意识到自己领口的麦克风，很显然他悄声说的话全部都被收录进去了。景策没有注意到叶双溪的表情，脸上带着之前就有的崇拜，果然叶哥就是厉害。杜远则一直看着叶双溪这边的情况，听到叶双溪和景策的对话笑了。相比较于其他的录制室，杜远则所在的录制室要安静许多，没有什么人敢多说话，生怕惹得杜总不开心，那可就完了。在这个环境下，杜远则突然发出的一声轻笑也轻而易举地传进了其他工作人员的耳中。负责叶双溪这一部分的导演在他身旁连呼吸都放轻了，听到动静，他之前就被总导演告知。杜远则似乎对叶双溪不满，怕得罪自己，立马解释，我没想到竟然有人还钻空子，当时确实搜了口袋。叶双溪也很配合，谁知道他自己竟然私藏了。杜远则正全身心看着叶双溪的镜头，身边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思绪，轻飘飘瞥了一眼，没怪你。导演立刻松了口气。叶双溪此时已经到了神婆所在的寺庙了，这时候也有人到了，那是蓝队的2个男生，两队互看一眼，相互警惕起来。叶双溪虽然不知道综艺的看点标准是什么，但现在这个局面不起一点冲突，那就是白白丧失了表现机会。好巧，你们也是来找神婆的？蓝队其中一个白衣男生出来说话。是的，那很巧，你们得到了什么线索？
比较少。你们呢？叶双熙仍想方设法套话。很可惜，我去的时候因为行动太慢，线索没了。白衣男生皱着眉头，看上去对这次的失误感到惋惜。两方对敌方的想法都心知肚明，说的话也半真半假。不过这句话传递给了叶双熙一个信息，得到线索也看前后顺序，先到者得。叶双熙更加警惕了，毕竟面前神婆的信息只能一方得到，在不让观众反感的情况下，要和对方斗智斗勇。四个人聊了几句便进去了。老婆婆正坐在椅子上，听见门口的动静，起身走到大厅，眯着眼看清来者的四位。是你们来了，快坐。两队互看一眼，接着各坐在大厅的一方，颇有对峙之势。老婆婆正走着剧情线，问着两人关于背景故事的剧情后，开始说：你们找老朽何事？听说您这儿有随行者的线索。是的。老婆婆笑得和蔼，但仔细看就能看出笑容的程度加大。叶双熙看出来了，心里的预感愈发强烈。这种预感要出现在脑海里的时候，老婆婆说话了：可惜了，我这儿的线索只能告诉一次，不能再说第二次了。叶双熙咯噔，看向对面人，另一个绿衣男生演技不是那么好，笑了起来。对不起啊，我们已经得到了，但还没走远就听见你们过来。后面的事情绿衣男生没有说，但在场的各位都清楚了。这个线索还不错，是你们那方的。绿衣男生只留下这一句。景策没想到自己竟然被戏耍了，气愤地握紧拳头。这对于叶双熙已经见怪不怪了，就相当于在三国杀纸牌游戏里，你知道对方已经是必死之局，你便好玩似的让对方产生希望，或者让他强制复活恶心他。叶双熙只能叹口气起身，走吧。看来我们的运气不是很好。景策皱眉，现在为了寺庙的线索花了很多时间来回答剧情线，如今这附近的恐怕多半被拿走了。叶双熙拍着景策的肩，正想安慰一句，就听见广播在上空播放：红队内鬼淘汰队内成员1人。叶双熙和景策互看一眼，当场决定先归队。等他们到达集合点的时候，已经有2人了。叶双熙没有见到孔元明，知道是他被淘汰了。内鬼可以淘汰人，叶双熙记得节目组并没有说明这条规则，我们也不知道，也是现在才知道的。高个的中年男人无辜摊手，果然节目组只会到处钻空子，他在抛梗。这个梗叶双熙知道，前几期也是节目组爱玩文字游戏，把他们嘉宾坑得团团转。4个人也没关系，你们找到了线索吗？另一个年轻男生开口。叶双熙摇头，原本可以拿到1个，但是被别人抢先了。年轻男生笑着说，不过没关系，我们已经找到线索了，而且还是关于我们红方内鬼的。他们没有上帝视角，只能通过猜测来找出内鬼是什么淘汰的，就是这个信息差让内鬼破了队内的平衡。叶双熙觉得自己就不能这么糊涂下线，不然这一期录了个寂寞。正好年轻男生一说，叶双熙觉得来了救星，可是下一秒就不太对劲了。那个年轻男生拿出卡片，是普通的白色卡牌，背面是大红色的背景，正面写着几个黑色字体，曾在男团里待过。气氛一下子就变得不对劲了。2个常驻嘉宾都看着叶双熙，已经可以说吧，你就是内鬼，这话写在脸上了。叶双熙冷静了一下，他知道自己的身份是红方，并非内鬼。如果内鬼另有其人的话，这里基本上有2个以上在男团待过，先从多数开始混淆内鬼身份，不可能一下子就把内鬼消息给放出来。我不是内鬼，更何况我连孔老师的面都没碰上，我一直都和景策在一起。这话一出，反倒让其他人神色变了。你们还怀疑我？叶双熙皱眉，年轻男生解释，并没有，只是节目组经常会让新人充当这种角色，我们自然会先入为主，而且我们并没有怀疑你。叶双熙，我们只是突然想起你好像是男团出来的。年轻男生里里外外都透露着，你就是做贼心虚。景策看不下去了，他没有这么多弯弯绕绕，直接开口把这份怀疑放在台面上。可是你们眼神就说明了你们怀疑叶哥吗？再说这个信息说的是待过，去男团住几天也叫待过，不止这一种方式。叶双熙一听到这儿，眼皮一跳，完蛋，越描越黑。我记得之前叶双熙确实在男团待过，属于公司的 Shine 男团，还上过热搜。就前几天发生的事情。年轻男生一副想起来的模样，中年男人也开口，我们不只怀疑叶双熙，当然还有你，可是我和叶哥从没有分开，不管是哪一个都没办法动手吧。景策冷笑，节目组又没说内鬼只能1个人行动，说不定还有帮手。年轻男人笑得意味不明，一直沉默的叶双熙突然开口打断，我们现在已经少了1个人了，对于另一方已经没优势了，这样内讧根本没意思，这个道理谁都懂。叶双熙看清楚了他们的想法，他们就是恶搞针对，既然如此，说什么也不可能让他们回心转意。叶双熙带着景策转身就走，另外2个见叶双熙这么蛮横，也暗中嗤一声，他们2个肯定有1个人是内鬼。景策跟上叶双熙，急着说，我们把他找出来，说不定就可以再继续合作了，毕竟常驻嘉宾比他们更懂节目组的套路。叶双熙摇头，就算把那内鬼揪出来了，另外一个态度也不会好到哪里去，我们又不止他们。叶双熙开口，什么？景策没有反应过来，敌方不是还有我们的1个的内鬼吗？叶双熙思索着开口，
也时不时找线索的所在地，又不是非他们不可。另一边，这一队的争锋比另一队的要强严很多，镜头一直给在叶双熙这边，这也无可避免的被杜远泽看到。杜远泽边看着边用手敲着椅子的扶手，虽然脸上没有任何表情，甚至看到叶双熙被怀疑还十分平静，但这个诡异的平静对于身边的导演莫名觉得是暴风雨前的平静。总导演也姗姗来迟，刚踏进去身子就下意识哆嗦一下，怎么有点冷？可今天不是出太阳吗？总导演也没有多想，直到看到杜远泽就知道这种冷意从哪儿来的。杜远泽抬眼正好看到总导演，似笑非笑，这是台本。总导演再怎么粗神经也明白了杜远泽这句话的意思，他对这个冲突很不满意，甚至很生气。总导演瞬间思绪如麻，杜总不是很不喜欢叶双熙吗？怎么对这个结果这么生气？就那一刹那，他被各种事情压住的记忆一瞬间清醒。等等，杜总好像今天和叶双熙一起来的，这么说两人关系还不错。总导演这一下觉得自己偷鸡不成蚀把米，还有苦说不出，他立刻整理了措辞，小心翼翼说，这个我不知道，毕竟综艺也不能总看剧本，可能还有演员的临时发挥，不管了，先甩锅。杜远泽点头，临时发挥啊，他只是重复念了这个词，就让总导演冷汗直冒。虽然杜远泽不是这个圈子的领头人，可是他家是啊，杜远泽成为杜家的掌权人是迟早的事情，这更不能骄傲。但是现在他想提示也不可能提示了，录制阶段不能随意卡，不然没有那种自然感。总导演只能怪自己刷什么小聪明，便努力往角落里塞，把自己的存在感减到最低。叶双熙并不知道那边的情况，他现在和警策努力寻找线索，虽然线索比较多，但有用的没几个，想找到有效线索还是要靠运气。叶双熙其实还有其他方法通关，可是他们两个完成的话有些难度。他记得当时广播响起的时候说的是红方内鬼，这个说法很微妙，可以说是内鬼，或者干脆不把内鬼说出来，直接说红方淘汰一人多简便。叶双熙猜测普通队友也是可以淘汰，只是淘汰方式目前只有内鬼知道。当然叶双熙觉得节目组更喜欢这种大乱斗，当内鬼淘汰了孔元明，另一队的内鬼也淘汰了一位。叶双熙觉得自己要是去找那个内鬼就要尽快，毕竟这个内鬼还有着随时暴露身份的风险。当然在他们的努力搜集下，叶双熙两人终于拿到了关于内鬼的关键性信息，一样的是普通卡片，白色的纸张，不过背面是大片的蓝色。内鬼卡，性别女，这个十分有指向性。蓝方的女生只有两个，一个是和他们一样的飞行嘉宾唐媛，另一个则是常驻嘉宾简白羽。简白羽看起来是瘦瘦小小文静女还行，但真实的她可是浪得起飞，玩得比谁都嗨。在这两人选择下，叶双熙自然觉得简白羽的可能性要更大一些，毕竟内鬼可是平衡双方游戏的重要因素之一，如果内鬼不是和对方差不多相等的级别，胜负方面显而易见。不过这也仅是叶双熙的猜测，毕竟叶双熙打心底觉得他更想和简白羽打交道。叶双熙找人的天赋倒是挺高的，没过几条街就看到了简白羽。简白羽穿着蓝色马甲，正在和 NPC 攀谈，看到叶双熙两人也不惊讶，觉得就应该出现在这里一样的。这个反应也差不多证实了叶双熙的想法，不过真实结果还是要问了才知道，毕竟对方也算是个老玩家，要是玩什么碟中谍，那无疑不把他两耍的团团转。简前辈，好巧啊，你是在这找线索吧？叶双熙为了镜头不得不 OOC 一下，他扬起笑，警策在他身后保驾护航，你们该不会要两人一起对付我这个弱女子吧？简白羽嘴上这么说着，其实脸上一点惧怕的情绪都没有。听说你们这边找到了自家水晶？叶双熙没有回答，只是话题一转，这么放心去水晶那儿，会不会被内鬼偷偷报信？你觉得内鬼会这么蠢吗？简白羽瞪白眼，这不满的情绪明摆着是想告诉叶双熙他的身份的信息，但叶双熙还想保守一下，毕竟如果对方不是，而且从这个端倪里察觉到了这个内鬼的关键信息，恐怕真正的内鬼就要直接 GG 了。不过我们已经有了内鬼的消息了，如果和他回合就差不多可以结束了。叶双熙斟酌语气，并仔细查看对方的表情。简白羽来了兴趣，我相信你是主动找我的吧？简白羽不想再继续了，直接戳破两方的面具，我直接展示自己的身份了，我就是内鬼。叶双熙没想到对方这么大胆，惊了惊，你不怕我们两其中有内鬼？但话刚说出口，就突然想起简白羽之前的骚操作，又不觉得奇怪了。怕什么？大不了就是淘汰，不过你们两个小身板应该打不过我。也对，识破了又怎么样？能不能打得过也是一回事，毕竟内鬼知道淘汰人的方法。但这一句话也让叶双熙两人相互一望，有些尴尬。简白羽说话直率，但他这么确实有他的道理。他看着是小小的萝莉，可力气大的出奇，还经常进出健身房，这个是他自己主动透露的。在某一期综艺中，简白羽直接压手腕扳倒了众多的男生，成为冠军。综上，简白羽确实有这么浪的底气。叶双熙也不废话，
直接开门见山，你们这边到了什么进度了？两方简单交换了信息。简白羽说，前期蓝方的行动十分顺利，拿到了好几个关键信息，甚至还有内鬼卡，也和叶双熙之前的经历一样，因为内鬼在场，大家都各自猜解。不过因为简白羽自身的威慑力，大部分的男生还是欺软怕硬，把这个内鬼怀疑人定在了唐元身上。唐元有苦说不出，差一点就闹了起来，最后还是在简白羽的劝和下，没有发展进一步的纠纷。不过两方闹得难看，也是这个出来劝架，让简白羽身边来了一个抱大腿的男生，最后简白羽直接送他淘汰。但就算如此，蓝方还是有一定的优势，比如现在他们大概知道了自家水晶的位置和红方水晶的大致区域。当然，既然是合作，那首先肯定要先拿出诚意出来。叶双熙将他们得到的消息全部告诉了简白羽，但因为是挑着别人没有得到的，他们的信息还是没有多少用处。不过对于证明自己的诚意还是足够的，简白羽并不需要多少信息了，因为现在他在蓝方潜伏的够好，基本上和蓝方的信息同步差不多。简白羽没有说过程，只是告诉他们蓝方的水晶在游乐场。叶双熙点头，又问一句淘汰的方式。简白羽也同叶双熙一样，没有问他们怎么知道的，只说回一句撕掉对方的号码牌就是淘汰。叶双熙在简短的几秒就已经想好对策，他们打算先抓落单的人，在人数上尽量不让对方占优势。简白羽只知道蓝方的水晶在游乐园，但不知道具体是哪个设施，这个设施可能也很少人知道，毕竟为了防住别人，不能总把底交了，不然红方人还没找到，内鬼就冷不丁把家给偷了。不过这个对于叶双熙来说已经差不多够了。两人正准备往游乐场去，就听见后方一道声音，我和你们一起。叶双熙觉得多一个人也行，另一边对于他们比较排外，不可能放水到直接让别人偷家，你的身份没有被揭穿，先不要和我们一起，到时候我们一起里应外合。三个人商量好后就分别往游乐园去。游乐园里面没有特意清场，来来往往全是人，在里面叶双熙没有看到几个蓝色马甲的，好不容易找到的还是在秀恩爱的唐元和他的荧幕 CP。两人正在旋转木马面前停下，两人唧唧我我说着甜蜜的话，两人就好像不是在录制节目，而是度蜜月。这个局面对于叶双熙来说还算不错，对方没有警惕性。叶双熙准备去其他地方看看还有没有蓝方的人，结果发现就只有他们两个，应该两人是守家的，其他人去攻水晶去了。叶双熙混在人群中，不过身上的红色马甲还是亮眼，还没近身就被唐元发现。你们过来的真晚。唐元虽然脸色变了，但见叶双熙只有一个人，就还是面容甜美的调侃着。他身边的男生也象征性护住了唐元，叶双熙也露出营业微笑。就你们守家？唐元想开口说话，忽然意识到什么，没有正面回答。就你一个人来攻水晶，看来还是我们要赢。唐元一想到最后叶双熙要败给他，心底愉悦。叶双熙不动声色地看着唐元的表情，他不解对面这人怎么对于打败他有这么高的执着，但注意力还是转移了。叶双熙虽然是看着他们两个人，但实际上是透过两人看着他们身后悄悄赶来的景策。景策也大概了解到叶双熙的情况，当年叶双熙和杜川的婚礼他还是去了的，结果半年一过，两人离婚了。圈内的小道消息不比外面少，准确性还挺高。景策听说是唐元插足，知三当三，被叶双熙发现，最后他果断离婚，还被杜川最要好的朋友胡然给针对了。他心里早就有怒火了，那可是之前对他极好的叶双熙，半年不见了，他看出来了叶双熙的变化，心里憋屈，但不能说出口。叶双熙不提，他自知不能说他的伤心事，不说这件事不代表他不记仇。景策离唐元也就只有几步的距离，立即跑过去，做事要撕掉唐元身上的号码牌。唐元的荧幕 CP 突然感知到，在唐元还没反应的情况下护住了唐元，但这个后果是他自己的号码牌被景策撕下，撕啦，与轻微的撕裂声响起的，还有空中的广播，红方淘汰蓝方一人。唐元脸色一变，看着身边唯一的队友被工作人员给拉走，也不掩盖自己的情绪了。叶双熙你真卑鄙，这都还耍阴招。叶双熙同样微笑着走向唐元，兵不厌诈。唐元因为刚才的变故立即跳开了很远，两个1.8米多的男生都慢悠悠地向唐元走来，一女难挡两男，见状不对就立即投。唐元当机立断，扭头就跑，两人也很快追过去。这个广播声音可以涵盖很多地方，叶双熙不知道对面听到是什么样的操作，可能会赶过来做救援，可能任由他们胡闹，这两种情况完全取决于对面的进度。果然他们追逐了唐元几分钟，也没有见到任何一个蓝队出现。叶双熙就知道对方的进度应该和他们的差不多了，似乎是印证他的想法。广播也传来了消息，红方内鬼淘汰红方一人。唐元基本上跑完了整个游乐园，发现没有一个队友，正心情不悦时，看到角落慢悠悠走出来的简白羽。虽然在唐元的印象里，简白羽可能连他都不如，但这也给唐元信心，他的心情肉眼可见好了不少。唐元心里嘀咕，叶双熙叫你赢我，坏我好事。他们本来就是趁这个机会多向观众撒些糖，
结果糖还没撒到，人就下线了一个，不知道那个镜头会不会删。一想到这个，唐元一阵怒火，他决定要好好向杜川抱怨。想到这里，唐元对着简白羽挥手：“简老师，快救我！”简白羽也听到了他的呼喊声，看了过去。下一秒，唐元还没在简白羽身旁站定1秒，气都没喘匀，就听见自己身后的撕裂声，那个位置是号码牌。唐元脸上带有惊愕，简白羽拍了拍手，重新认识一下，我是内鬼，蓝方内鬼淘汰蓝方1人。唐元脸色阴沉的像是乌云布满天，游乐场的守家人已经被淘汰了，但局势还是不明朗，对方没有过来说明已经确定了水晶的具体地点了，他们没有上帝视角，只能靠猜。简白羽也意识到这一点，低头沉声一句：“高处不胜寒。”作为音乐人，叶双熙对于声音都很敏感，他听见了这句话，问一句：“这是什么？”简白羽看他一眼，说：“这是蓝方水晶的位置。”当时有人说出来了，不过没有人推测到，就只能作罢，因为已经知道在游乐场了。游乐场算是一个半封闭的场所，只有守住大门就差不多了。再加上红方内鬼已经和他们说了情报，红方已经分崩离析了，更不在意这些了。但这个还是被简白羽给记住了。叶双熙也细细研究了这句诗，下意识抬头望向天。等等，他突然回想到之前在酒吧弹琴的阳台的景色，就是这个同样的游乐场，散发着柔色的月光下，是缓慢运行的摩天轮。摩天轮高处不胜寒，正好也对应月亮。三人快步跑向摩天轮，好在那人不多。叶双熙三人坐在一个包间内，空间有点狭隘，但这并不是多大的影响。他看向窗外，随着摩天轮的升起，外面的景色慢慢映入眼帘。不远处围在一堆的节目组，小小的成了移动的黑点。再远些就是不断飞速的车流，再更远些，叶双熙凝眸看向快要下山的天空，红如血色。紧张的气氛在沉默下愈加浓烈，毕竟这也是猜，就算对了，也不清楚在半路上对方是不是比他们先快一步。不过这种焦灼的想法在几秒后不拆而散。在最高点上，红色的夕阳照在小房间内任何一个人的脸上眼里，耳边响起的是节目组的广播：恭喜红方及蓝方内鬼完成任务，获得胜利。结果一出，大家都放下了紧绷的身子，相视而笑。多谢了。叶双熙看着对面的简白羽，简白羽只是单抬眉，在他文静的五官下有种反差的美感。我呢，景策也来凑热闹，谢谢了。叶双熙语气真诚，他没想到景策竟然会这么坚定不移地相信他。几人下了摩天轮，周围已经有工作人员等候了，他们三个坐上小火车前往广场。广场上大家还是按照之前的队伍站好，区别是背后快要暮色的天空。导演组带着他们去吃露营大餐，两队成员围在一起，开始例行的感慨。两队人员感慨今天的经历，叶双熙也知道其实对方已经离终点也只差几步，只要1秒钟就能获得胜利。结果广播声打得他们猝不及防，他喝着水又恢复了之前不爱说话的样子。现在录制还没结束，里面不管是有意或者无意排斥的还不能表现在脸上，也有些人也假惺惺的道歉，说当局者迷，如此有恃无恐，完全就在于现在还有摄影机，再怎么样也必须表示自己理解。比如叶双熙身旁的中年嘉宾，他态度诚恳说，我竟然被内鬼牵着鼻子走，真是抱歉了小希。叶双熙面露营业微笑，没事，我也是你的话也会被误导。中年嘉宾一听也放下心了，可旁边的总导演默默递给了中年嘉宾一个好自为之的眼神。叶双熙原谅了也没办法，这不代表他背后的人会原谅。在舆论中心的叶双熙并不知道这些。既然录制结束，大家也开始收工回家。在来来往往人群中，简白羽叫住了去换衣服的叶双熙，要不加个联系方式？叶双熙对简白羽的感官倒还不错，自然不会拒绝。正当他准备打开手机时，一只手突然搭在他的肩上，与此同时一阵松香味传入他的鼻中。怎么还不走？杜远则站在叶双熙身后，话虽这么说，可眼睛却看着对面的简白羽。叶双熙来不开口解释，直接被强制转身离开。简白羽正想说话，结果就看见杜远则轻微转头，余光瞟了他一眼，似乎是在说别打扰我。黄昏的灯光昏暗，两人没了灯光的照射，阴影渐渐上了两人的身形，明明灭灭，两人的身高都不赖，但在阴影中，杜远则倒像是将叶双熙虚拢在怀中一般，加上杜远则看简白羽的眼神漫不经心，更像是直接捍卫主权。简白羽像是知道了两人之间的关系，轻轻一笑，但他并没有说出来，只是摆了摆手，那就下次有缘再见了。等叶双熙穿上自己的衣服出来，看到杜远则自己站在外面玩魔方。杜远则的手很好看，修长又骨节分明，显然不输网上的手模，五颜六色的魔方在他手里翻转，竟然有些赏心悦目。听到门口的动静，杜远则撩起眼皮，好了，边说着边随意放下魔方，而那原本繁杂的魔方在放下的时候变成了颜色整齐的模样。你还挺会玩。叶双熙试图敞开话题，杜远则只是看着桌上的魔方，静静没有答话。叶双熙没有这么敏感，见杜远则不说话也不多想，只是摊着手准备打车离开。
去走一走。杜远泽开口邀请说一句。他站在光与阴影的交接处，脸上的表情看不分明。你又不答我话，我凭什么要回答你？叶双熙突然来了小脾气，也不回答。杜远泽看着他脸上的小表情，勾了勾唇，怎么在别人那儿受了委屈能忍，在我这儿一点就爆呢？杜远泽俯下身和叶双熙平视。叶双熙一直都不愿和杜远泽对视，可能他身处高位惯了，看别人的眼神总带有一种审视感，就好像自己的内心任何想法在他眼里无处遁形。他下意识撇开，杜远泽也不恼，心情倒还不错的站直身子，可眼神在叶双熙身上从未离开过。若仔细看，里面好像有众多繁杂的感情。我之前学的。叶双熙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杜远泽是回答之前的问题。3年前的样子吧，当时心情一直都不好，不喜欢抽烟，便拿个作为发泄，久而久之就熟练了。叶双沉默了。3年前，那就是他们分手的那段时期。走吧。叶双熙自知两人的身份，便只是点头。说完后，自顾自走向广场外的公园。公园很大，里面全是附近过来散步的，有的地方还有古风古韵的小亭子和拱桥。不得不说，能被节目组选中，也是有他自身的道理的。两人并肩走着，时不时聊天几句，都是无关痛痒的日常问题。周围的人在他们身边擦肩而过，偶尔还能看见几个手拉手的情侣。叶双熙总有一瞬间让叶双熙觉得自己就好像只是个普通人，吃完了饭便和自己的爱人散步闲聊一般。可下一秒，他就被自己这个荒诞的想法给抹除了。笑话，他怎么可能？月亮慢悠悠爬了上来，周围的路灯也渐渐有了用处。叶双熙心里想着赶紧回去拍摄自己弹钢琴的片段。自从他将账号交给了小树，确实效果翻倍，短短几个月时间便拥有了10多万的粉丝。他有的时候发布的是自己原创的片段，偶尔还会翻唱某些大火的歌。因为一直都没有露面，大家都十分好奇他长什么样，还有些人说他的曲风有些熟悉，但一时半会想不出是谁。叶双熙对于网上的评论走向还是知道的，因为他现在的状态有些不确定。不得不说，之前的方法还是有效的，灵感来的时候，写出来的曲子让他自己都觉得超越不了。状态不好的时候，不管他怎么想，都要删删减减，最后如同竹篮打水。但这个状态却给了叶双熙对未来的希望。叶双熙正思绪纷飞着，肚子就传来怪叫声，饿了。杜远泽眼里有一丝戏谑，叶双熙脸有些烫，但在杜远泽面前，他莫名不想丢面子。跑了一天了，你不会饿啊？叶双熙反对他。杜远泽嘴角上扬，在他眼里，叶双熙就如同小猫一样。他看着前方不远处的小吃街，正好我也饿了，一起去吧。叶双熙以前经常吃这种路边小摊，不过因为当了艺人就要注意饮食和身材，即使嘴馋了也不敢多吃。可现在他没了这些顾虑，那必定是狠狠的补回去。他基本上都会在每个摊位上点一些东西，2只手全是油腻食物，等他吃不下了，手上还是有不少的烧烤串，这丢掉也可惜了。叶双熙正想着怎么解决，杜远泽伸过手来，一路上你都不问我吃不吃。杜远泽买的吃食不多，他主要是在旁边看着叶双熙买。你不是不喜欢吃辣吗？而且对于他们来说，路边摊卫生安全那是不过关的。杜远泽慢条斯理的吃完手中的烧烤串，又喝了口水，才缓了过来。虽然脸上还是一样的平静，可其实嘴中轻微的嘶哈声暴露了他不能吃辣的现状。我之前说了，我喜欢吃辣了。叶双熙记起来了，确确实实惊讶住了。我以为当时你只是单纯想气一气胡雪。杜远泽很不开心的看着叶双熙，两个人已经离开小吃街很远了，除了身旁的路灯是唯一光源，其余地带全是漆黑一片。这周围的人也肉眼可见少了许多，比如他们所在的这条街上只有他们2人。叶双熙莫名有些心虚，杜远泽也只是开口说一句。他抬头看着不停在运转的摩天轮，去不去坐坐？叶双熙闻言也看了过去，他黄昏的时候就坐过一次，只是当时只想着赶紧完成任务，并没有多注意外头的景色。按理来说他是会拒绝的，不过因为前面对话的铺垫，让他有点说不出拒绝的话来，不说话就同意了。杜远泽记忆力不错，他带着叶双熙弯弯绕绕，最后竟然找到了摩天轮。因为录制结束，周围的粉丝或者路人蜂拥而来，导致游乐场如同白天一样的热闹。最瞩目的当然是摩天轮。2人看着摩天轮的队伍排了几米了，叶双熙正想着打退堂鼓，结果身边的杜远泽直接上前接着队伍排了下去。他无奈，毕竟有的时候他也理解不了杜远泽的脑回路，便也站在了杜远泽的身边。周围的声音断断续续传进叶双熙的耳朵里，大部分是在讲今天的录制内容。叶双熙下意识把自己伪装得更深了。你是叶双熙？身后传来声音。叶双熙惊诧的回头，他没想到竟然还有人认出他来。声音的主人是一个和叶双熙差不多大的女生，他没想到自己还真遇上了，情绪激动，不过理智还在，没有大声说出来。但他欣喜的同时也有疑惑，你怎么还在这儿？录制结束，自然该离开了。叶双熙看样子就像是已经停留很久的样子，等他看到叶双熙身旁的人时，就立即冒出了一个场景，你不会是陪着你的男朋友吧？
知道叶双熙有男朋友的不多，再加上叶双熙一直觉得这个女孩子面熟，如今她一说这话，就知道是谁了。你是当年在大学城听我唱歌的那个女孩子？女生点头。当时女生想加她联系方式，她以自己有男朋友的借口拒绝了。不过她并没有展示照片。这个女生是怎么知道的？女生看出了叶双熙眼里的疑惑，简单解释了一下。当时你在弹琴的时候，手机消息亮屏了，我看到了屏保。叶双熙立即咳嗽打断了女生的话。他知道女生后面想说的话，那个屏保的男生就是面前的杜远泽。在一旁不说话的杜远泽察觉到叶双熙的不寻常，只是疑惑的眯眯眼。等他心里明白之后，也只是勾着嘴角没有说话。女生见叶双熙突然打断，还以为是自己的原因，表情有些战战兢兢。没有，这是我的朋友。叶双熙解释。女生点头，心想着应该是自己记混了，或者他们两个眉眼相向而已。可能觉得这个女生竟然记住他这么多年，有点惊奇。叶双熙对女生多说了几句，多谢你的喜欢。女生面对自己偶像的夸赞，她小脸通红，开口，可是我很久都没见你唱过歌了，是出现了什么问题吗？女生是叶双熙为数不多的音乐粉，因为叶双熙大多数制作的都是团歌，因为团歌制作每个人都出了力，叶双熙花了太多心血在里面，也只能写上团队称号。大多数听歌的不是每个人都在意歌手是谁，以至于每次叶双熙被骂被黑，那小团的音乐粉只能默默不出声，期待着叶双熙再次回到音乐圈里。